我们要讲的是白银啊，国际的现货白银或白银。那这个品种整体它上市的时间是非常的长啊。从当前图表来看，是1934年之后啊就有了价格。这次也是我们一个会员约稿，想看看白银当前运行到了什么样一个位置。那这一阶段的上涨，比如说是从这个11.60附近这一波上涨，它是什么性质？是推动啊，是推动浪还是反弹浪？当前运行到了哪一个阶段？后期整体向上的空间还有多大？如果中短期想要参与的话，需要等待什么样一个节点或者什么样一个结构出现，我们才能再次参与？那围绕以上几个问题，我们展开本次的一个话题。大家下午好，今天是9月15号。那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经参考频道。本频道是通过波浪理论解盘看形态入场。在以往大家供稿的这些品种当中，我们除了会提示机会，也会提示风险。本次视频，那这里我们重点是要来研究1980年到这个2020年这一阶段的一个宽幅震荡走势。那从这一阶段的宽幅震荡走势，我个人观点认为它是走了一个锯齿形态分别是走出了一个535的锯齿，1、2、3、4、5，下跌的是一个5波形态，然后反弹呢，它是走出了一个3波形态 ABC。这个 B 浪整体走势它是非常的快速率是非常的快。之后呢，从2次的高点这个50美元开始再次向下，再次出现了一个推动浪的结构，1、2、3、4、5。那这一次整体走势，它这个535的锯齿不是特别规则以往我们来看它这个锯齿形态的话，一般是朝向都是往下运行的。但是这次我们可以看到，中途是出现了强势的这个大 B 浪这个 ABC 蓝色段可以合并为更大的一个 B 浪，然后再次下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C 浪的5波并没有创出新低这也是在以往的走势行情当中比较少见的，但是并不能说不存在。那其实当下我们重点要研究的就是在这个 C 浪结束之后，这个低点 11.63 开始的整体的运行的一个结构因为从前期整体的一个上涨结构形态来说的话第一阶段上涨它并不是特别的清晰所以目前我们无从分辨第一阶段的红色段它到底是一个推动浪还是一个3波形态。那么也就导致了目前我们从 11.63 开始的再次上涨也是存在两种预期，要么反弹要么反转。那如果按照反弹的结构来看的话，当前运行在这个相对的高位，我们用黄金分割来拉一下，已经说是达成了这个预期目标黄金分割 0.764 和中途有某一次的它的一个反弹高点位于44.2044.20，等于是从 44.20 到 40.80 这个位置，就是它白银的一个关键的压力区域 40.80 44.20。那如果后期从 11.63 向上的走势，它想要发展成5波的推动浪形态，那必然是要突破这个 44.20， 我们才能大概率去认定它开始走5浪推动形态。所以当前又到了这个选择性的一个关键节点。不过从我个人的内心角度来说的话，我可能会更倾向于后期整体走势它会发展成一个5浪推动，因为白银它毕竟是跟随黄金的整体走势那如果黄金整体走势走出了月线级别的大5浪的一个上涨，那么目前来看白银只是走势和结构落后，并不代表后期它不会走出这样的一个预期。当下我们先来重点研究从 11.63 这一次的一个上涨结构，我们将时间调整到周线图。周线图目前来看第一阶段的走势并不是很清晰它第一阶段走势它仅仅是走出了一个3波形态就选择结束了。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5波，但是它结束的点位就不一样了它也可以选择直接在这里结束。那在这里结束的话，它内部结构就是一个5波。那两种预期都在，但是我们更倾向于这一种。对，这是新的第一浪的一个起始点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就是它调整的这个形态。调整形态
啊，无论它怎么运行，哪怕是它中途是一个强势币也行，也无所谓啊。那整体走势它就是一个三波走势，或者说啊，这个一浪高点是在这里结束也行啊，后期就是一个双重三浪啊 ，WXY。所以前期这个二浪的调整，无论它是哪种形态啊，到目前来看已经无所谓了，也可以放在这里结束，这是它的一浪结束点。那既然这个二浪已经结束了，那首先我们要确认它的低点在 17.56， 我们来重点要研究 17.56 开始的这一轮上涨。7.56 开始的这轮上涨内部是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五浪推动形态，一浪、二浪、三浪、四浪、五浪，目前就处在第五浪当中。那么整体它将会构成一个大三浪啊，大三浪，这是常规五浪推动的一个形态。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内部结构，这个三浪一内部1、2、3、4、5，好，调整是个三波二浪，然后这个三浪三内部再是个1、2、3、4、5波推动，然后调整再是个A、B、C 的一个四浪。同时我们可以看一下此处的一浪啊，子浪一和子浪三的一个幅度比例关系，它仅仅是到了 1.618 啊，靠近 1.618， 那说明一个什么问题？由于三浪整体涨幅不够强势，它只处于 1.618 到2之间啊，不够强势。那么在目前的第五浪当中，它有可能会要走的比较强，来弥补之前这个子浪三的没有达成的这个预期涨幅。所以到目前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这次的子浪五的幅度整体涨幅也是比较大的，已经和之前的子浪三基本上是1比1的一个比例关系。那当下我们就是要来研究一下当前的这个三浪当中的子浪五的内部，它运行到了哪一个阶段？我们继续再看更小周期的这个结构形态。我们将时间调整到天图。好，天图首先第一波走势是没有任何悬念的。当前我们先要确认一下这个日线级别，我们看到此处震荡区间的这个低点为哪里？ 31.67 31.65。刚才我们说到，从这个 28.40 附近，它是运行到这个三浪五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就是从这一阶段来分割三浪五的内部走势低点是 28.33。那当前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到整体走势再次出现了疑似这个五浪推动的一个形态，1、2，然后这一阶段我们可以看到1、2、3、4、5，此处的三浪是在这里结束，然后调整出现了一个四浪，目前是处于第五浪当中那同样我们可以借助一下波浪尺，测算一下日线级别的调整它的一个比例关系。目前看这个蓝色盾的第五浪已经运行到三浪幅度618之上的一个位置，那也就是说短期可能向上它还有一定的空间这是目前我们从日线推动的走势结构。如果不是按照这种预期发展，那日线结构会出现另外一种变化，因为某些原因四浪并没有严格执行波浪的这个时间的一个周期跨度的这样一个因素，那它可以选择在这里结束，同样波浪尺也可以选择在这里结束。那如果继续划分目前日线的这个小级别结构的话，那么可能就是1、2、3、4、5。那整体走势来看，如果按照第二种紫色段的预期来说的话，那可能它整体的上涨空间要比刚才蓝色段的第一种预期要稍微大一些。第二种紫色段预期可能就会看到我们刚才说的除了现在目前日线我们看到这个位置 44.08， 它其实和我们刚开始看到月线那个位置 44.20 它是重叠的。那如果按照第一种预期的走势来看的话，那么就可能是位于43上方，我们考虑可能就会出现中期的一个关键节点。当然从目前我们划分的每一阶段走势只是按照波浪理论常规的一个预期的发展在推演它的一个变化小概率事件它也会发生更大的一个变化。首先我们再切换回咱们这个月线图，如果后期真正是突破了 44.20，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当心了，它有可能从当前的这个五浪推动的形态走出延长，演变成9波推动的延长浪，这是后期整体会发生的变化。那么它的多空节点
就是在 44.20 这个位置，44.20这个位置。所以后期大家重点需要关注的也是这样一个位置。接下来我们通过月线再对比一下当前月线级别这个大一浪和大二浪的一个幅度比例关系，大三浪的幅度比例关系，可以看到这是刚才我说的这个位置43.10附近这个位置也需要特别注意，也是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关键点位。所以当前我们认定它常规的一个思路的话，只是运行到了三浪五的最后的一个阶段最后一个阶段。后期想要目前的三浪发展出少见的这种延长浪9波形态，那必须站上 44.20， 我们才会对它有一个新的一个看法和改观。否则的话，它有可能后期随着黄金展开日线级别的第9波上涨，延长第9波再上涨，等这个结束，它有可能会跟随黄金再次展开中长期的回撤。那么至于后期补涨的这种情绪或者幅度，它只会放在最后一个月线级别的大五浪才会完成。这是目前我们对于伦敦金整体走势的看法所以当前的位置，个人建议先不要去追。如果前期你有低位的仓位的话，可以适当的去拿一拿。我们先看一下后期在这个43或者 44.20 这两个位置它的一个反应是否会出现周线级别的顶分型十字星，我们到时候再抉择。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方式，到底这个月线级别的三浪是否会发展成9波，还是说它这个后期整体的涨幅会在最后一个月线级别第5浪当中去补涨，那么我们等待后期市场的一个选择，好吧？以上就是当前我个人对于伦敦金的一点看法。到了目前这个位置，我可能不会去继续追，因为上方毕竟已经开始逼近这个关键的压力目标了。至于能否突破，不得而知，我们只能等待后期市场的一个选择，我们才能接下来有新的一个结构的一个推演。以上就是我们对于当前这个白银走势的一个结构看法。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